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，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。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，例如三星 S8 测评，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，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。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，还有性能跑分、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。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，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，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。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，免费的，赶紧上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带来的快速体验是三星的，可以说是安卓阵营的真机皇啊，刚刚到手还热乎着的 Galaxy Note 8。其实这一次 Note 8的机器呢，相对于之前很多 Note 系列的手机呢，格外的期待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的那个蹦期的事件啊，之前是一度这个传闻要砍掉 Note 系列，不过最后三星的这个双旗舰策略还是要走的嘛，毕竟 Note 也做了那么多年了。OK， 那咱们就废话少说，把它拆开。我这台呢是在京东购入的，这个发票还在这儿啊，这个6988元就是64G 的这个版本，哎呦，还给我优惠了1毛8啊，京东还是吧，挺良心的，还优惠了1毛8。本来呢这个我昨天呢在查的时候，他说一直在采购商这采购，我还以为估计要这个10天半个月才能给我发出来货，结果第2天就到了。确实让我很意外啊！这盒子方面呢，整个这个风格和 S8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风格，稍微的比这个 S8 Plus 稍微大了那么一圈啊。64G 的版本，然后我这个购买的是旷野灰。之前呢，很多小伙伴吐槽过说，小白，这个你所有的手机都是黑的，是吧？不是你喜欢啊，你就要这样体验。我这手机真的大部分都是黑的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个人确实是比较喜欢黑色的手机。第二呢，就是黑色的，我感觉对这个什么传感器啊，前面的这个边框上啊，有一个更好的隐藏。里边就是又有一个礼品卡啊，果然是赠送了一个壳子。三星的这个壳子呢，我说实话，真的确实不怎么样，非常容易滑就不说了，还特别容易让人看出来啊。里边这个配置呢，就和当时那 S8呢是完全一样的。这充电器呢，最高呢也就是到9伏1.6000或者5伏2安，完全就是和 S8 Plus 一模一样的。然后这个耳机呢也是 AKG 的那一个，还有就是 Type-C 的数据线，这个小东西呢是 Note 系列专门特有的。之前在 Note 7那一代呢也跟大家说过，这个就是笔尖的这个替换芯儿，你用这个小夹子可以把这个笔尖给抽出来，然后更换一个2个转接头，一个是 Micro USB 转 Type-C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OTG 的接口。如果你要在京东购买的话呢，还会赠送一个无线的充电器。这个之前呢我是有一个在 Note 7的那个，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改变啊。这个第一代老版的这个是平着的，然后那个有点不太方便。然后这个去年开始吧，这个就是一个竖立的快充，做的还是挺精致的，9伏的1.6000。保护膜上呢有一些简单的说明，比如说全视的曲面屏，然后增强型的 S Pen 双镜头，还有 IP68 的防水防尘。这次购买的颜色是旷野灰，哇，这个颜色有一点点的泛蓝啊，我个人感觉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OK， 亮屏之后呢，咱们先来看一下2个旗舰的屏占比方面啊，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在这个数值上呢，2个都是80%出头的这个屏占比。从圆角上来看呢 ，S8 Plus 的这个圆角呢，幅度要更大一些。这次 Note 系列的尺寸呢，如果要是算直角的话呢，就是6.3寸；如果要是算圆角的话呢，就是6.2寸，还是非常严谨的，官方全部都给标了出来。这个设计风格呢 ，S8 Plus 呢更圆润一些，这个 Note 8呢就更方正一些了。这个也和 Note 系列的定位一直是非常相似的，就是有点商务人士啊，然后相对成熟一些，有点和这个华为的 Mate 这个旗舰的定位有点相似，当然可能主观上还要更高端一些啊，因为价钱毕竟是摆着的嘛。我们这台呢是6988元，这也是
相对于上一代又加价了。这次锚定的版本128G 是7388，然后256G 的达到了将近8000块钱，这个7988。这 Note 8呢，同样是和 iPhone 一样，需要插入 SIM 卡呢来激活。我把这个卡槽拿出来了，在这个卡槽的最顶端呢有一圈这个密封圈。如果要是这个密封圈不小心被你给弄坏了之后，那这个防水效果基本上就是没有了。我劝议呢你去官方更换一个，因为毕竟这手机呢是支持 IP68 的防水啊。里边的这个卡托呢是塑料的，并不是金属的啊。现在到这个验证的环节，它有几个可以选择啊，虹膜、指纹和面部识别。这个和上一次这个 Note 系列的配置呢都是一样的，和这 S8 系列呢也都一样。咱们先来试一下面部识别啊，因为指纹识别的话呢，由于这台机器是一个比较长的，要高出来一块比 S8。我现在是戴着帽子录入的啊，咱们一会儿解锁的时候来看一下。先来试一下它这个解锁，同样是和小米 Note 3的那个一样，也是先要点亮一下屏幕。如果要是直接拿起来的话呢，它并不会解锁，必须要摁一下。但是解锁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，我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拿起手机，摁，已经解锁完成。感觉要比小米 Note 3要快一些，当然这个价格也在这儿嘛。摁，解锁完成。这个面部解锁应该是我目前体验过所有面部解锁里面最快的一个。确实，这面部识别我感觉，如果要是做到这种程度的话，可用性还是挺高的。面部识别这块呢，之后我们前后左右各个角度都试了一下啊，这个识别准确率还是非常高的，无论是戴帽子啊还是不戴帽子。指纹识别呢就不给大家演示了，因为不光这个比较长的 Note 8，在 S8 上这个指纹识别呢，我感觉都完全没有划拉一下屏幕来得快啊。我的手呢，其实跟常人相比呢，稍微还要长一些的，但是我正常握持这台手机的话，我的手指只有一半能够够到上面的指纹识别的模块，因为在 S8 的时候呢，也是大概这个状态。就是不能全部的摁到上面，在指纹上呢也是没办法做的一个妥协吧，因为现在屏下指纹呢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，这个也是目前所有全屏手机的一个弊端也好，或者说一个不足也好，一个遗憾也好。但是面部解锁的这个动作呢，始终是和这个体验 Note 3的时候一样啊，有点傻，就是拿起手机的时候还要特别的来看一眼这个手机。OK， 整机上手的第一感觉呢就是长。这个手机呢，因为是6.2寸的屏幕，但是它的这个尺寸呢，基本上是和三星 S8 差不太多的，就稍微的高了那么一点点。在这个两边的边框上啊，我个人觉得这个 Note 8呢，照这个 S8 呢稍微差那么一点吧。就是如果我们全部打到设置界面，从正面看的话呢 ，Note 8的边框呢是感觉要比 S8 Plus 稍微的宽那么一点点。不过它两侧呢都是曲面的，所以说这个感觉呢已经做的挺好的了啊。Note 8的后背呢质感做的肯定也是非常棒了，并且这次的摄像头呢也没有凸起，是做平了啊。但是厚度方面呢是达到了8.6毫米，近期体验的手机中呢这个应该是最厚的了。但是它两侧呢都是一个双曲面的设计，所以说握在手里的时候并不感觉这个手机比较厚，只有从底部看的时候，这个厚度还是非常明显的。这个8.6毫米的厚度呢，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摄像头，另一部分呢可能就为了妥协它这支笔啊，之前 Note 系列的手机呢都是相对较厚的。金属中框的质感呢做的是挺好看的，而且光泽感做的也不错，但是它略凸于屏幕的侧边，整体性呢做的不是特别完整啊。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，划过边缘的时候呢，都会明显感觉到一个坎儿高出去了一部分，拿在手里的时候呢也会有明显的感觉。不过这样做呢，手机在边缘跌落的时候呢，并不会直接接触到前后的玻璃，增加了一定的耐摔性，但是这两侧的手感确实没有 S8 Plus 那么好了。还有就是它的屏幕分辨率呢是2960乘1440，是一块非常高品质的三星的 AMOLED 2K 的屏幕，也是三星自己的顶级旗舰才会用到这个屏幕。顶级的 2K 屏幕呢，其实三星是不太愿意给别人用的，因为它要保持一个自己在产品力上的一个领先嘛。后背的质感呢，同样要比 S8 Plus 呢来的方正一些。总体这个手机的质感就是阳刚气质更强，男生的这种感觉要更强一些。女生用的话呢，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挺漂亮的啊。重量方面呢，它是达到了195克，还没有 iPhone 8 Plus 这个超过200克重啊。但是实际观感来说，它俩是差不多的。这两台手机放在一起，这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手机。
相机方面呢，这次也是 Note 8一个提升巨大的一个点，也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，就是2颗摄像头全部都支持 OIS 的光学防抖，就是双防抖，而且是全双核的120万像素的相位对焦，最高呢支持4K 的30帧的拍摄，是不支持60帧的，这个要比这个 iPhone 8 Plus 呢稍微差那么一点。然后前置摄像头呢是800万的像素，前面的这个额头呢，我之前看渲染图的时候，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叫全面屏吗？但是实际拿到手来说 ，Note 8的这个质感确实还是非常惊艳的啊。全面屏呢也是毋庸置疑的。同样，这个下方呢也是可以隐藏它的这个状态栏。这样来看的话，整台手机的这个屏占比就非常非常高了啊！但是这2块屏幕来说呢，我手上的这台 Note 8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偏绿。这个屏幕内存方面呢，全部都是6G 的起步这个旗舰机嘛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槽点，就是它的电池只有3300毫安时的电池。这个电池容量呢，基本上是这个5.5寸安卓手机的一个标准容量吧。对于一个6.2寸还是这么高品质的一块2K 屏幕来说，这个电池容量确实是非常担心。我估计这个也是去年一次这个蹦期把三星给炸怕了，不敢在这个电池方面做的多激进。还有就是充电方面，整个包括 S8 在内啊，这个三星今年的旗舰在电池方面都是比较保守的，应该是有一个小小的过渡期嘛。这个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了，有一点。颜色方面呢，还有一个蓝色版本啊，那个货呢是比较少的，当然也是最闷骚的一个颜色啊，特别好看，就跟这个 iPhone 的这个红色有点像。Note 系列之所以一直作为三星最顶级的旗舰，也是安卓最顶级的旗舰，除了它这个最高的配置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这支笔 S Pen。 整个这台机器的灵魂呢，其实就是在这支笔上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 Note 的手机，其实在我看来，真正能叫 Note 的也就只有三星的 Note 系列了，因为 Note 这个型号的命名就是三星第一个来做的，还有很多图画呀，或者说标记啊、快速分享啊，有很多功能。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息屏的快写，拔出来。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迅速的做一些记录不用解屏，也不用什么人脸识别，就直接在上面可以写就行了。小白最帅，我写了一个最不争的事实啊，是吧？之前呢，这支笔呢，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误插是从底下然后插进去，然后今年呢是做了一个保险设计吧。每年的时候如果要插进去，还要花钱把它拔出来。如果你这样反插的话呢，今年是插不进去了。这支笔呢，在这一次 Note 8上呢，也有一些升级，这个在后面详细的测评中呢，我们再和大家聊。简单聊两句这台手机的定位。其实大家在生活中呢，看到用 Note 8的这个用户呢，这个年龄上啊，可能稍微的都比较大。这个 S8 呢和 S8 Plus 呢，这个定位呢是相对年轻一些的。整个手机呢，刚性的气质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是非常男性化。有很多什么老板啊，或者说这个40-50的、30-40的，用一个比较大屏的手机话呢，多会选择这个三星的 Note 系列。一是这个笔呢确实比较好用，还有就是整个手机的这个营销定位呢也都是在这一块。不过作为安卓阵营真正的顶级大旗舰。这次我个人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否刷新 S8 Plus 的安卓阵营拍照第一的宝座。一会儿呢，我们会简单的跟大家来体验一下它这个相机到底是怎么样的，还有就是简单的跑一下婚，看看它的835处理器优化到底怎么样。因为 S8 与 S8 Plus 上的835优化，我个人感觉有点保守啊，不太像这个大旗舰的这么一个定位。相机初上手的体验呢，感觉这一次 Note 8又要登顶拍照旗舰了。首先肯定要比老的这 S8 Plus 要好一些，比我们刚刚体验过的这个8P 呢也要稍微好一些。这张室内非常复杂的光线 ，Note 8的综合观感都取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。顶部的窗户呢也并没有曝光过度，电梯部分的亮度呢保持的也很不错，相对于其他2张呢是看着最舒服的。同样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三星 Note 8这几个关键字，首先体验的这些实拍样张，你可以先睹为快。OK，
这期的 Note 8呢就是一个快速体验，我们刚刚拿到手就迅速给大家录一视频。后面的全面测评中呢，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聊它各个方面，与这个 iPhone 8 Plus 做一下对比啊，还有就是在全面屏上呢跟它来聊一下这个小米的 Mix 的全面屏。基本上目前的全面屏呢就是这一种，还有就是异形屏的 iPhone 10了。OK， 除了这个视频呢，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最重要的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，聊聊科技圈的趋势，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，赶紧扫码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， 有什么建议直接提问，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。不客观真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到时候拿它和 iPhone 10来一下 PK， 一场天王山之战，拜拜。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呢，这个近期的花絮呢，好几个都是关于月饼的啊。反正之前呢，我看了这个大疆送的这个月饼，然后这个次是这个就是三星的那个官方的那个论坛，也就是那个社区，然后之前在上面发视频嘛，送的月饼。然后我看看都有什么鬼畜啊，是有什么牛逼馅儿啊，这是什么乌梅的不好，椒盐黑芝麻，咖啡流心啊，这个应该是挺好吃，挺好吃。咖啡海盐，香辣牛肉，尝一下这个咖啡海盐呢，这个是比较特殊的。这香辣牛肉虽然说也有点黑暗料理，但是之前我好像吃过，就是那个牛肉粒儿的那种感觉，里边就是。看这个月饼什么馅儿？这也是那种比较现代的月饼，就那种小蛋糕似的。外边这个皮儿咖啡味特别重，又没咬着馅儿，特别腻。你看里边感觉都没有馅儿一样，皮儿和馅儿是一样的。到此结束，拜拜。